波兰又当出头鸟，主动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想拖北约下场，这个代价可是北约承受不起的。波兰充当了一回出头鸟，虽说枪打出头鸟，但波兰只要能达成目的，也不怕被打，就怕出了头又达不成目的。最近在北约很多国家都犹豫要不要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各国都在观望。然而波兰却要主动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甚至波兰政府的发言人更是表示，希望北约各国都向乌克兰提供这类武器，这不是明目张胆的拖北约下场吗？而这已经不是波兰第一次想把北约拖下场，把北约拖进俄乌冲突。早前波兰导弹事件还没调查清楚的时候，波兰态度非常强硬，要求俄罗斯给出解释，之后更是一反常态，认为是来自乌克兰的意外。毫无疑问，就是美国给波兰施压，才导致波兰的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变。但波兰一开始的反应肯定是想要拖北约下场参与俄乌冲突，只是迫于美国的压力才没有进一步实施。所以这次看到各国犹豫不决，波兰主动当出头鸟推北约下场，就是想实现自己的野心。波兰不只想要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，对乌克兰大力援助，也是想收回昔日乌克兰占领的领土。波兰的野心也当然不止这一点，更想趁机在俄乌冲突扩大自己国家的军事实力。为了扩大自己军事实力，波兰直接花大价钱采买美国武器。波兰这一切的野心在俄乌冲突里才能最好实现，而波兰想把北约拖下场，就是想让北约给自己兜底，但代价真是北约能承受的吗？北约当然不能承受，不然美西方国家早就给乌克兰提供攻击性的武器了。之所以不提供，就是害怕惹急了俄罗斯，更是惧怕俄罗斯的核武器。北约一旦大部分国家都给乌克兰提供主战坦克，俄乌局势就会进一步扩大，北约更是直接被拖入战争。美国利用乌克兰来消耗俄罗斯的目的就会直接破产。美国当然不可能独善其身，核战争的风险也在持续扩大。而现在俄罗斯带有锆石的导弹军舰已经下场，不知道北约能不能承受这款导弹的威力。更何况北约成员国间本就不是一条心，对乌克兰的支持更是让各国产生不少裂痕。波兰篡夺北约下场围攻俄罗斯恐怕难以实现，而波兰为了自己的利益拖北约下场，如果下场，那代价恐怕是整个北约都难以承受的。美国才是最不想看到北约下场，不然怎么会在波兰遭受导弹袭击就立刻站出来说是乌克兰发射的？波兰这次把火添得太大了，很有可能引来美国和俄罗斯的不满，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